Hello，大家好，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这次日本的跨年连假，我们来到了法国巴黎，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去看世界遗产圣米歇尔山。这里不仅是魔戒刚铎王城的原型，更是法国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。我们现在到巴黎了，然后我们这一次要租车，先去郊区，最后才会回到巴黎市区的景点。蛮快的就租好车了。我都这样编号自己去拿这台。哇 ，OK。我们第一个要去的城市叫做卢昂，开过去大概要1个半小时。抵达巴黎之后，我们直接在机场租车，第一站要前往巴黎西北边诺曼第地区的卢昂。这里除了是圣女贞德的终点，更是印象派大师莫内的灵感来源。但首先我们要前往的是全法国最古老的餐厅——皇冠餐厅。还有1个多小时，终于快到了。我们等一下去吃的餐厅呢，我直接问 Jenna， 我把他的 Google 跟 menu 丢给他，看他有什么有名的这样子。蛮冷的。会吗？还好啊。东西来。有台湾国旗耶。真的耶。卢昂的这间皇冠餐厅非常有名，它被誉为是法国最古老的客栈，创立于1345年，已经有超过680年的历史。走进餐厅，可以看到墙上挂满了曾经在这里用餐的名人照片。在1楼等待带位的时候，也会帮忙保管厚外套。这天的座位被安排在2楼靠窗的位置。虽然只是个小圆桌，座位并不大，但整体的氛围非常的复古，很有历史感。这里也有提供英文菜单，整体的价钱其实并不便宜。最后我们选择 CP 值相对比较好的45欧元的印象派风味套餐。我们一到门口几乎是算是直接12点55，我们已经过了28分钟了。28分钟才刚点完餐。28分钟点好餐。法国餐厅的速度应该是这一次旅行中最大的文化冲击，从给菜单到点餐到上菜都是慢慢来。不过我们这一区其实只有2位服务生，看起来也没有使用点餐机，另外还要顾酒水跟上菜，其实也是蛮厉害的。进来餐厅50分钟后，我们终于吃到这次的前菜，分别选的是生蚝和鸭肝配培根蛋糕。比较下来，我们比较喜欢鸭肝。虽然培根蛋糕的部分有点吃不太懂，但鸭肝的味道非常浓郁，口感很绵密，真的非常好吃。我觉得比起鸭肝本人，那个酱更好吃。吃完前菜后，大约再过了20分钟，我们的主餐终于上桌。这次选的是香煎鳕鱼和苹果酒炖猪脸颊肉佐防风草泥。猪脸颊炖得非常软嫩，但酒味稍微比较强一点。防风草泥的味道也蛮特别的，是一个喜不喜欢非常见仁见智的餐点。相对之下，香煎鳕鱼是个比较安全的选择。皇冠餐厅的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可以吃到很多不一样的起司，服务生会拿到桌边可以边看边选，应该是要配红白酒一起吃会比较搭，但因为我们开车不能喝酒，只好直接试看看。外表看起来虽然还好，但味道真是蛮重的。套餐的最后还有甜点，我们选的是薄片苹果塔和诺曼底风格舒芙蕾，整体烤得非常蓬松，甚至有点像在吃棉花糖一样的感觉。诺曼底风味的话，下面好像是白兰地，没想到是这么大人感的一道甜点。终于吃完了，现在几点呢3点半，吃了2个半小时。吃了2个半小时，我的妈呀！我发现我们吃这么久，停车费也会比较贵。一年还有一点圣诞感觉。那晚上给我点灯吧。然后就是这个时钟很有名。这座大时钟是卢昂的地标，是一座14世纪的天文钟，不仅能够报时，而且还看得出月相和星期。
更特别的是，这座时钟只有10针，好像是因为在14世纪的时候，大家的生活节奏还不需要精确到分钟，真的是好羡慕啊！马路鞋，连诺耶，真的耶，真圣诞市集耶。哦，很美耶，我的妈呀！太棒了！卢旺的另外一个地标就是主教座堂，据说这座教堂是印象派大师莫内的最爱，在这里一共画了超过30幅的卢旺大教堂系列作。卢旺也是圣女贞德最后的终点，在靠近皇冠餐厅的旧市集广场旁边有一座造型前卫的圣女贞德教堂。旁边的广场还立着一个巨大的十字架，标示着当年行刑的地点。第二天，我们要前往圣米歇尔山。由于前一晚我们是住在巴黎，距离比较远的关系，5点半就早早出门。天终于亮了，现在是8点快半了。我们现在距离目的地剩下56公里，我们现在就要去看圣米歇尔山。哇，现在旁边要日出啊，就睡了。哇，外面的天气-3度，呼呼。可能这边比较靠海边，比较冷。刚刚有看到哦，这什么？啊，看到了！开了3个半小时之后，终于看到这座海上金字塔。虽然只是远远看到，但真的是非常美。很冷哦。哇，日出，美翻了！要往这边走去搭 shuttle bus， 真的是零下-的那种程度。刚刚才发现，他问说那个有没有预约停车场，连停车场都在预约，然后没有预约的话就是停不一样这样子。搭车吧。这边搭 shuttle bus 是免费的。来。真是美。刚好那个日出照过来放红色，真的超美的，美翻了。我们试着来拍，我转好了，拍一个好了。这次的回忆都在这里。在进入圣米歇尔山之前的这条连外通道是景色最好的角度，搭乘接驳车的话也是在这里上下车。当天也有一些游客选择徒步用走的，惬意的慢慢欣赏这番美景。早上的时间还是比较好，人少啊。没错。圣米歇尔山是法国最重要的世界文化遗产之一，被称作是海上金字塔。涨潮的时候会形成一座孤立的小岛，据说也是魔界刚铎王城的原型。这里完整的保留中世纪的建筑、防御体系，还有宗教的氛围，是非常真实的中世纪露天博物馆。哇，是以前会拱下来的那种东西。我们决定先上去修道院看看，趁现在人比较少的时候，这边还有很多餐厅啊、小商店什么的，看好像一半都还没有开，等一下再下来逛。在圣米歇尔山可以看到中世纪垂直的封建社会，
最上层是修道院，中间是修道士的住所、大厅还有行政区域。一般的平民、商店还有旅馆则是在最下层。进入圣米歇尔山本身并不需要门票，但如果想要参观山顶的修道院的话，就需要买票。因为有分时段入场的关系，建议可以事前在官网买好票。这天我们来的时候是退潮的时间，可以很清楚看到周边的沙洲。如果是涨潮的时候，周边都会被海水包围，水位最高的时候甚至会淹过部分的连外道路。建议要来之前可以先查一下潮汐的变化。到这边里面有一个不用再付钱的洗手间，但是只有2间，大家都在排队。这什么好赞、好新潮的圣诞树！これいい。修道院最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1世纪，是圣米歇尔山内最古老也是最真实保留下来的中世纪建筑。里面有非常多巨大的石柱和罗马式的拱门，可以看得出当时的石造技术。很漂亮，我们来猜猜看，这一份拼图多少钱？1000片的21.5块。这跟我们今天看到的角度有点像。那 Nico 的骑士40，枯熊的套子，弄起来像这样，多少钱呢？2块，42块。这个杯子多少钱15，我猜它蛮有重量的哦，我猜20，7.5块。7.5块，我们刚刚的预算可以买2个，这回去就这样喝，不是很棒吗？李贺，你要走路哦，拜拜，拜拜。早上来真的是正确，门票13欧，然后旺季的话会到16欧，蛮推荐的。逛好大一圈，走超多的。现在来去修道院下面看看。逛完了，我们大概逛1个多小时吧，在圣米歇尔山里面。现在搭接驳车回去停车场。我们接下来还要去其他的景点，总之先去卡昂。因为开车距离比较远的关系，我们并没有在圣米歇尔山停留太久，而是慢慢开回巴黎。途中停靠在卡昂这座城市，稍微休息一下。阴阴暗暗的感觉，你今天快一点。哦，OK。我们当然是看不懂法文，然后他也没有英文菜单，真的是 AI 帮忙，好赞啊！卡昂这个地方好像就是说是诺曼底地区比较大的一个城市，然后那个城市的正中间就是有这个古堡。在法国会看到很多这个古堡 Chateau， 从红白酒都会看到的字。吃完午餐之后，我们来到卡昂城堡。这座城堡是欧洲最大的中世纪城堡之一，见证了英法百年战争到第2次世界大战的所有历史。超酷的！这该不会是被空袭炸掉了吧？有可能。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被战争摧毁的遗迹，但同时又结合城市公园，还放了一些艺术品。这个还不错，又可以认识历史的地方。第3天，我们一样摸黑出门，但今天没有那么早，今天是7点半，要去看城堡。注册的最后一天，我们一早出发来到香波尔城堡。它诞生于法国的文艺复兴时期，当时法兰索瓦一世刚从意大利征战回来，深受意大利建筑美学和达文西思想的影响，
所以在1519年下令动工建造。有一种神秘感呢，很漂亮哎。香波尔城堡是《美女与野兽》的城堡的原型。GoPro 脚架很小，只有7公分不到。那他说里面不能带脚架，那我们把它拆掉，手持这样子。香波尔城堡里面有很多值得看的地方，但最著名的就是城堡中间这座巨大的双螺旋楼梯。据说当时达文西也有参与这座楼梯的设计。即使2个人同时从左右2个螺旋楼梯上下楼，视觉上虽然能透过视窗看到对方，但永远不会相遇。我们一开始还搞不清楚他得在这里走散。我为了证明他的那个楼梯真的是2边不会遇到，我们刚刚差点迷路，差点就是走散。生气，生气。这2条长得一模一样，就是找不到、遇不到，明明就翻血了。可是我这边有，而且你打电话给我，我没有 WiFi 啊！我等一下就。你走那边，我走这边。好。可是看起来都很像的。我觉得城堡可能有点就是设计也都是一对称，所以真的都看不出来。加上我是个路痴，更看不出来。真的不会遇到哎，很酷哎。除了双重螺旋楼梯，香波尔堡的外观也非常值得看。除了保留护城河、圆形塔楼等中世纪外观之外，设计上追求对称和比例，非常符合文艺复兴的美学。尤其是屋顶无数的烟囱和尖顶装饰，是这里最大的特征。记得要爬到顶楼看看哦。离开香波尔城堡之后，再回到巴黎之前，我们来到枫丹白露宫。这里被称作国王真正的家，是法国唯一一座连续800年都有君主居住的宫殿。虽然比不上凡尔赛宫那样的富丽堂皇，但枫丹白露宫留下了更真实历代王室生活的温度。这里面还有拿破仑展，据说枫丹白露宫是拿破仑最喜爱的宫殿。枫丹白露宫见证了拿破仑的加冕，也同时见证了他的落幕。1814年，拿破仑就是在枫丹白露宫签下了他的退位诏书。枫丹白露宫另外一个观看重点就是这条法兰索瓦一世长廊。这条长廊建于1528年，是法国文艺复兴建筑的典范。上半部的墙面是湿壁画，周边围绕着不同的灰泥雕塑，下半部则是精美的木雕护墙板。舞厅是枫丹白露宫最奢华的社交场所，这里的特征是8角形的格子天花板，还有2边的圆拱形大窗户，主要是用来举办宫廷的盛宴。枫丹白露宫可以看的东西非常多，想来的话可以稍微先复习一下历史课本，或者是多留一些时间租借导览，或是用 AI 查询一下，看懂背后的故事会觉得更有趣哦。我觉得就蛮符合那个，如果大家想要看欧洲皇室的那种感觉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它里面又有拿破仑的相关的展出，还蛮精彩的。跟早上那个香波尔城堡感觉不大一样，香波尔城堡比较像是看建筑，这里比较像是看它里面宫殿的那些装潢设计。这次的巴黎郊区景点就在看完枫丹白露宫之后告一段落。虽然开车的油钱和过路费都不便宜，但是可以比较自由安排行程，也算是不错。OK， 我们还好车了，跟车车说拜拜。现在我们开始呢，在巴黎市中心玩。
我们这次住都还是连续住同一间饭店，所以其实蛮方便的。然后现在已经下午快5点多了吧，快5点了。我们准备先去吃晚餐，这次要来一个巴黎的美食之旅。先去搭地铁，这次有下载他们的 app。这次影片就先到这边，下次再继续分享这次品尝到的巴黎美食喽，拜拜。19